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我是爸爸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，被找回家后，爸爸一句担心养女接受不了亲生女儿被找回影响高考，我就被养在外面整整3年。高考结束，我本以为能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家，可等来的却是爸爸的养女扯着我的头发怒骂，一个瞎眼瘸腿的贱人也敢勾引我爸，真是活腻了。他让人割了我的舌头，硬生生敲碎我的牙，用滚烫的烙铁在我身上刻下贱人2字。最后他洗干净了我的血，无所谓地对我爸撒娇，爸爸，今天有个不知好歹的贱人想要爬你的床，我已经替你教训他了。门外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后，我才失魂落魄地收起爸爸放在轮椅上的生日礼物，将礼物贴在脸上，想要触碰爸爸残存的体温，却只感受到一片冰凉，一如爸爸离开前对我的劝解一样，冰冷刺骨。他高高在上俯视我，眼神不解，方秋，你都在这里生活3年了，怎么突然想要搬回家？当初和你说过，你回家会影响妹妹高考的心情，我不想让她因为自己的养女身份自卑，整天提心吊胆。他叹气补充，她和你不一样，我不希望她和你吃一样的苦。我心中酸涩，不自在地扯动毛毯，掩盖自己右腿上的伤疤。10岁那年，我在陪爸爸上山为妈妈扫墓的途中，被人拐卖。我发了疯的挣脱，跳车逃跑，但我的力量太过渺小，又因为跳车摔伤了腿。逃跑不过5米，就被人贩子们抓了回去。为了惩罚我，他们把我关在狗笼里，放任我右腿上的伤口恶化，成为一个瘸子。在我第2次试图逃跑时，他们惩罚我的手段更加残忍，鞭刑、辱骂、针扎无所不用其极。到最后，他们徒手挖出了我的左眼球。我彻底成为了一个废人，沦为他们乞讨行骗的工具。生不如死，提心吊胆的日子持续了整整5年，我才再次找到逃跑的机会，配合刑警逃出。可在和爸爸相见后，我才知道，在我失踪后，他就收养了和我有3分相像的方昭清做养女。为了照顾方昭清的感受，他拒绝让我回家和他相认，安排我独自住在闲置的半山别墅。只有逢年过节时，他才会来看望我。我忍住哽咽解释，可是高考已经结束了，而且再过几天就是妈妈的忌日，我想回家拿一些她的遗物和照片怀念她。爸爸，你那么爱妈妈，妈妈去世的3年时间里，你每年都带我上山为妈妈扫墓，你一定也很想她，对不对？让我回家再看看妈妈为我布置的房间，让我好好怀念妈妈好吗？爸爸的身形一顿，神色晦暗不明。半晌后，他才开口，你妈妈的遗物和照片，我会让秘书送过来。方秋，你拿到遗物后就听话一点，不要再给爸爸惹麻烦了。生日礼物被我拆开，是一双银色高跟鞋和配套晚礼服。价值昂贵，却不是我想要的。一旁的李老师帮我把礼物收好，轻声安慰我，过几天我来为你上课的时候，陪你去为你妈妈扫墓好吗？由于我被拐卖后就再也没有读过书，跟不上同龄人正常的学习进度，爸爸便请来李老师，按照妈妈的遗愿教我学习大提琴，继承妈妈的衣钵。令我意外的是，李老师居然是妈妈教导过的学生。他说，如果没有妈妈的帮扶，他早就被家人卖了彩礼嫁人，不会有现在乐团首席的成就。日复一日的相处，让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比起老师，她更像是我的姐姐。我勉强扯出微笑，点头答应。
今天的课程结束后，我目送李老师离开后，转身回房休息。转身时，大门却被鱼贯涌入的人群拦住。方昭清众星捧月地站在人群之中，趾高气扬开口：“就是你。”我看向他，好不容易压下的酸涩再度涌上心头。她穿着爸爸送来的同款晚礼服，裙摆上的钻石在行走间闪烁，衬得她格外贵气。和坐在轮椅上瘦弱矮小的我截然不同。如果我当年没有被拐卖，应该也是方昭清这样漂亮美好吧，而不是像现在如同阴沟里的老鼠一般。但过去已成往事，再怎么遗憾也无济于事。我憋回眼泪，朝方昭清伸出手，微笑道：“妹妹，你已经知道我了。”未说出口的话被巴掌声打断，鲜血顺着发裂的嘴角流下。方昭清恶狠狠扯住我的发根，把我从轮椅上扯下。他双目猩红，别叫我妹妹这么恶心的称呼。一个腿瘸的贱人也敢勾引我爸，真是活腻了。我开口想要解释，得到的却是方昭清更加恶毒的辱骂。他眯起眼凑近我，带钻美甲在我脸上划出血痕。这个贱人居然长得还有点像我，他肯定就是靠这张脸勾引爸爸的。你们把他的脸给我划烂！说完，跟在他身后的少年少女们争先恐后冲上前，束缚住我。任凭方昭清骑在我的身上，将我按进盛满水的马桶里，对我肆意妄为。一阵接一阵的剧痛袭来，让我除了惨叫外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非人的折磨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。我被撕碎了所有衣服，不着寸缕地躺在地上。2条腿被再度打断，软绵绵地瘫在地上，像是一滩死肉。牙齿也被拔得所剩无几，喉咙堵满了血块，连开口说话都做不到。方昭清把玩着从我眼中挖出的树枝一眼，饶有兴趣地盯着我。给你们100万，把他的另一只眼睛也给我抠出来。青姐，这不好吧？你不是说只要给他一点教训就够了吗？挖眼太危险了，我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方昭清眼底闪过一丝阴狠，一群废物，怕什么？不过是教训一个无耻的小三而已，爸爸不会怪我的。就算他真出了什么事死了，爸爸也会纵容我，替我们善后。说着，他一把抢过铁签，用力戳上我的眼球，滚开，我自己来。尖锐的铁签刺破角膜，剧烈的痛意和恐惧冲破了人体极限。我吞下阻挡在喉间的血块，尖叫出声：“我不是小三，我是爸爸的亲生女儿。”方昭清的动作停止了，疑惑地看向我。我连忙艰难扯动红肿不堪的脸，努力向他解释。每说一句话，都有血沫从嘴角溢出。鲜血浸湿脸上的伤口，传来剥皮抽筋般的刺痛。昭清，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和你争爸爸，我什么都不会和你争，我只是想像个正常人一样活下去，完成妈妈的遗愿。我抓住她的裙摆，苦苦哀求：“求你住手！我还想去为妈妈扫墓，还想要成为大提琴家，让妈妈安心。我不能没有这只眼睛。”下一秒，方昭清却猛然用力，尖锐的铁签自眼眶而入，从后脑勺处探出，横插整个大脑。意识彻底昏迷的前一瞬，我看到方昭清鄙夷的神色：“臭婊子，恶心死了！为了勾引爸爸，还玩这种妇女谎话，编得跟真的一样。”从昏迷中醒来时，我的眼睛已经失明，举目望去，只有一望无际的黑暗。方昭清扒光了我的衣服，将我吊在了别墅大门外。后背传来灼烧的刺痛感，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阵皮肉被烧焦的焦味。
方昭清在我身后哈哈大笑，干得好！把贱人2个字烙在他的身上，就能让路过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婊子。但方昭清不知道，这座别墅建立在妈妈墓碑附近，位置偏僻，平时除了爸爸和李老师外，无人踏足，不会有外人路过和他们一起羞辱我，同样也不会有人来救我。刺耳的嘲笑声如屈复骨，将我紧紧包围，心底一寸寸绝望下去。时间的流逝在痛苦中变得格外漫长，久到我的体温被冷风影响到近乎为零，手臂被吊坠到骨肉分离。就在我彻底绝望时，门外响起熟悉的声音：“秘书，把方秋妈妈的遗物和遗照给我，我亲手交给她。”脚步声短暂地在我身边停下，又迅速抽离。我拼命张嘴，想要出声求救，可用尽全力，也只能发出单个模糊不清的音节，只能放任爸爸离开我身边。与此同时，身后传来方昭清喜悦的声音，他兴奋大喊：“爸爸，你来了！”轻柔的撞击声响起，他扑到了爸爸的怀里。爸爸似乎是有些惊讶，他压低了声音，语气难掩诧异：“昭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已经知道你姐姐方秋的事情了。”方昭清的语气僵硬：“方秋，姐姐。”爸爸察觉到方昭清的不自在，立刻放软了语调：“别担心，就算找到了方秋，你在爸爸心里也依旧是最重要的。在爸爸心里，你比方秋好10000倍。”我看向眼前一望无际的黑暗，听着他们的交谈，心中如山崩海啸一般。原来在被拐卖的这些年，我早就不是爸爸心里最重要的女儿了。虽对此然早有预感，但听爸爸亲口说出，心中仍忍不住抽痛。外面安静了5分钟，他们才再度开口。方昭清轻声啜泣，朝爸爸小声道谢。爸爸温声安抚他后，开口询问：“对了，门外吊着的人是谁？”方昭清轻描淡写开口：“一个冒充姐姐，欺负姐姐和我的贱人。”爸爸立刻不耐烦：“自从你姐姐失踪后，冒充身份来认亲的人就络绎不绝，跟苍蝇一样烦人。你真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，为爸爸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麻烦。我看吊着的那人也活不了多久，一会儿我让秘书把人处理掉。”方昭清却连忙拒绝，他撒娇道：“这点小事就不麻烦爸爸了，交给我来，我一定会做得滴水不漏，不会让爸爸烦心。”我被方昭清扔到了别墅附近的幽暗树林里。方昭清轻笑出声，朝我又踹了2脚：“贱人，你就在这里等死吧！再过几个小时，这附近的野狼野狗就会出来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。你这辈子都别想回到爸爸身边，爸爸的女儿只能有我一个。”深秋的晚风吹在身上，格外冰凉。我能感觉到自己的体温不断流失，意识也逐渐变得麻木。可我不想死，我想活下去。我还想见一见妈妈的照片。和她分别太久，我甚至快要忘记她的模样。我拼命扭动，挣扎着想要站起身走回家，可那没有用。绝望和窒息感涌上大脑，我缓慢闭上了眼。然而下一秒，眼前却突然一片明亮。爸爸站在不远处，皱眉看向我。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跳了起来，冲向爸爸，想要告诉他真相。可扑过去的一瞬间，我的身体却变得透明虚无，穿过了他的身体。我终于明白，我没有死而复生，爸爸也没有赶来救我。是我的强烈执念让我在死后化成了灵魂状态，跟随在爸爸身边。我闭上眼，心如刀割。被拐卖5年，被挖眼，打断手脚虐待，
我都没有放弃生的希望，努力求生，只为了回到爸爸的身边。却没想到，却在回家后死在了爸爸的房子里，死在了他疼爱的养女手上。甚至爸爸还要帮他掩埋我的尸体。爸爸穿过我的身体，在别墅里游走一圈后，皱着眉朝方昭清问道：“青青，你知道方秋去哪里了吗？”“他不在家里。”方昭清短暂慌神后，立刻挤出委屈的哭脸。姐姐知道我来找她后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生气，自己一个人跑了出去。姐姐一定是怪我出现，分走了爸爸的爱，讨厌我才离家出走。爸爸面沉如水，将方昭清揽入怀中，轻声安慰：“这不是你的错，都怪方秋太不懂事。”说着，他脸色越来越黑。过了多少年了，性子还是一样的任性。当初要不是他任性跑去摘花，也不会被人拐卖。拐卖回家后，居然还不老实，整天无理取闹，害得你也为他担惊受怕。要是他有你1%的懂事优秀，该有多好！我在你的叔伯们面前也能挽回些颜面，不至于因为他是一个残废太过丢人。我怔怔地看着爸爸，血泪从眼眶中不受控地涌出。原来当年我想为妈妈编织花环的举动，落在爸爸的眼里是任性和无理取闹。原来他一直不肯带我回家，不只是因为方昭清，而是嫌弃我是一个废人，丢了他的脸面。爸爸仍不解气，他叫来秘书：“方秋右腿残疾，走不了多远，你派人在这附近好好找找。等他回家后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”一旁的方昭清摇头阻拦：“爸爸，我们先让姐姐冷静一下好吗？您对姐姐这么严厉，只会适得其反，让姐姐因为这次的批评更加讨厌我。”他挤出眼泪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我还想和姐姐好好相处，和她做一对好姐妹。”爸爸犹豫一瞬，脸上的神色不再像曾经丢失我时那么焦急。他点头应下，正好让他长个教训，让他知道任性的下场。等到在外面混不下去的时候，他自己就会回来了。心被刺痛到颤抖。我看着爸爸上楼离去的背影苦笑。爸爸，这次我再也没有机会逃出来见你了。错过今晚，我甚至连一具完整的尸首都没办法还给你。此后一连几天，爸爸都没再提起找我的事情，反而和方昭清在别墅里住下，为他准备18岁的成人礼晚会。直到妈妈忌日那天，他仍旧陪在方昭清身边。在路过用黑布包裹的妈妈遗物时，他才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伸手想要触碰妈妈的照片。刚伸手就被方昭清打断：“爸爸，你怎么皱着眉头？是有什么心事吗？”爸爸正神，目光在妈妈和方昭清之间来回游离。最终他只是摇摇头，收回手，抚摸上方昭清的头：“没事，爸爸，只要有你在身边就够了。”我绝望地闭上眼，麻木的痛意吞噬全身，化为滔天的怨恨。究竟是什么时候起，我和妈妈加起来都比不过一个方昭清在爸爸心里的地位？领养方昭清的那5年，对他而言，真的就那么重要吗？在我离家出走的第10天后，我仍旧没有半点踪迹。爸爸发给我的消息石沉大海，没有一条回复。这时，爸爸终于察觉到异常，他叫来秘书，安排人手在别墅附近漫山遍野地寻找我。但任凭他们在附近搜寻多少次，都不可能找到我的尸体。早在7天前，方昭清就带着他的跟班们到抛弃我的地点查看过，那里空空如也，连白骨都没剩下，只有地面上干涸的血迹能证明我曾出现在这里。想来，早在我被抛弃的第1晚，
失手就被附近的野狼们啃食殆尽。方昭清和我的想法如出一辙，他轻笑道：“方秋这个残废肯定死了，要不然凭他那个动都不能动的废物身体，能跑到哪儿去？找不到我的踪迹。”爸爸怒火中烧，方秋到底要我为他担心多少次才满意？现在居然连消息都不回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懂事一点？方昭清上前安慰爸爸，他轻声解释：“姐姐被绑架这么久，心智一直没发育，做出这种不成熟的行为也正常。也都怪我惹姐姐生气，她才会和我们置气这么久，连信息都不回。”爸爸疲倦地揉眉，摆手道：“够了，这些话等方秋回来再说。”此后的半个月，爸爸都奔波在寻找我的路途上，但始终一无所获。我漂浮在他的身边，看他眼下的乌青越来越重，越来越憔悴。看他在深夜时静静抱着妈妈的遗像发呆。他红了眼圈，将手里的白酒一饮而尽，醉醺醺地朝妈妈自言自语：“对不起，我又弄丢了我们的女儿。我不该对她说那么重的话，让她置气离家出走。我只是怕昭清会接受不了，方秋受到的伤害已经不能挽回，我不能再让昭清重蹈覆辙。可是方秋那么无助弱小，她离家出走后又能去哪儿呢？怎么会1个月过去，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”我看着她狼狈的样子，有些恍惚，分不清现在的她究竟是真情还是假意。明明在白天还摸着方昭清的头，说只要他就足够，到了晚上却又在妈妈面前哭诉对我的在意。他究竟爱的是谁？但无论是爱我还是爱方昭清，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没有分别。我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人要这些迟到的父爱有什么用呢？第二天一早，方昭清看到瘫在楼梯伶仃大醉的爸爸，连忙焦急地上前去扶他，却被一手拍开。爸爸指着方昭清的鼻子，不耐烦地催促：“你还在这里愣着干什么？带人出去找你姐姐呀！找不到方秋，你们就别回来见我。”方昭清的脸色瞬间阴沉，他避开爸爸的视线，咬牙切齿道：“那个贱人连死了都不安分，居然还能勾得爸爸对他念念不忘，就不该让他那么轻易地死了，应该把他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”爸爸还在身后不断催促：“快去！”但无论他怎么催促，方昭清都站在原地不肯行动。也是，他已经知道我死了，又怎么可能浪费时间去找我？就在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，秘书从门外匆匆跑进，他大喊：“方总，警察局有大小姐的消息了！”爸爸猛然从地上爬起，抢过手机问道：“我女儿在哪？她还活着吗？让她和我说话。”手机那头的声音停顿，紧接着惋惜开口：“对不起，方秋不能和您通话。”我跟着爸爸冲到医院，在看到重症监护室里躺着的我时，脚步虽然仍旧踉跄，但苍白的脸色却逐渐回温，眼中闪烁着失而复得的喜悦。我同样被巨大的喜悦冲击，愣在原地。原来我还活着，我还能完成妈妈的遗愿，继承她的衣钵，成为大提琴演奏家。可当目光落在紧闭的双眼和扭曲的双腿上，心中的喜悦又立刻被悲痛冲散。我摇头苦笑，只觉得自己不自量力。就靠我现在这副千疮百孔的身体，我居然还妄想继续演奏大提琴。一个连乐谱都看不见的瞎子，怎么演奏乐曲？就算醒来，也不过是一个废人而已。警察陪在爸爸身边，向他陈述我的伤情。目光触及到我时，他不忍地挪开眼神。
方秋伤得很严重，作为受害者家属，希望你们能如实配合我们调查，找到伤害方秋的真凶。”方才还高兴不已的爸爸态度突然冷漠，他冷哼道：“还找什么真凶？一看就是他自己弄伤的，都怪他自己闹着离家出走，才会搞成现在这样。他也不想想，就凭他断腿又瞎眼的残废身体，能走出别墅附近的大山吗？”方昭清也连忙附和：“我姐姐的身体爸爸最清楚不过了，这就是我姐姐自己乱跑弄伤的。后续的事情是我们的家事，我们会自己处理，不用你们费心了。”警察面色不愉，他厉声呵斥住喋喋不休打断他说话的方昭清，不耐烦开口：“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？我们在他的身上检查出来不下100处刀伤、挫伤和钝器殴打的伤害，同时我们还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勒痕和骨肉分离的现象。他是被人吊在半空中暴力殴打至昏迷后，被人丢在了荒郊野岭。”爸爸的表情僵硬，他缓慢地看向我，又看向方昭清，目光中有着极力压抑的恐惧和怀疑。警察叹了一口气，告诉爸爸，具体真相还要等我们进一步侦查后才能得出结论。在此之前，请你们陪在受害者身边，尽量能让他从深度昏迷状态中醒来，提供有用的线索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们有新发现的线索，也要及时告诉我们。爸爸失魂落魄地应下。在警察走后，他踉跄上前，抓住主治医生质问：“我女儿目前怎么样？她什么时候能醒来？”医生摇头，轻声劝道：“患者现在的状态凶多吉少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们会尽全力医治，尽快让她脱离昏迷状态。”听完医生的话后，爸爸愣在了原地。直到夜幕降临时，他才回神，走到我的病床前坐下。他紧紧抓着我的手，紧盯着我的目光中似乎隐藏着无尽的悲痛。无论外人怎么劝，他都不肯离开我身边半步。一天一夜过去，他仍旧保持着相同的姿势，陪在我身边。方昭清见到这一幕后，气得发疯。他将手中的早餐摔在地上，冲到爸爸身边，拽着他的袖子，声嘶力竭地嘶喊：“姐姐自作孽不可活，要不是她不懂事，非要离家出走，也不会遇见坏人，把自己折腾成这样。但爸爸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怎么能为了姐姐折磨自己的身体？你还有我呀！要是你也倒下了，你要我该怎么办？我会伤心死的。”半晌后，爸爸才扭头看向他，一字一顿道：“方昭清，告诉我，那天吊在别墅外面的人究竟是谁？”方昭清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，他被爸爸带离了医院。车上气氛沉默，方昭清试探性开口：“爸爸，我是你的女儿，现在姐姐命在旦夕，只剩下我们俩相依为命了。”爸爸没有回答，只是微不可见地点了一下头。听着他们的交谈，我不由得苦笑，脑中想起方昭清在我面前放出的狠话，就算他真出了什么事死了，爸爸也会纵容我，替我们善后。现在就是爸爸要替他善后的时机吗？他们会怎么掩盖那天的真相？用金钱收买人心，草草了事，还是为方昭清寻找一个替罪羔羊？但很快，事情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。爸爸拽着方昭清的小腿，一把将他从车内拖出，随后不顾他的哭喊尖叫，将他头朝下一路拖到了别墅地下室内。地下室的路面粗糙不堪，磨破了方昭清的脸和手臂，在地上留下一道清晰的血痕。昏暗的灯光亮起，照亮爸爸凶神恶煞的脸。他双目猩红，攥紧拳头骂道：“谁和你相依为命？
方秋才是我唯一的亲女儿。告诉我，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们到底把方秋怎么了？方昭清害怕了，他惊恐地将自己蜷缩在角落，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天我只是打了一个剑小三而已。爸爸的脸色更加狰狞恐怖，他瞪向方昭清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举起手中的铁锤，重重敲在他的手背上。刹那间，方昭清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地下室。他哭得鼻涕眼泪流了一脸，连滚带爬地拉扯爸爸的手，胡乱为自己辩解：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隐瞒真相。我确实见过方秋，不过他身上的伤不是我弄的，是那个贱小三弄的。方秋被我们救下来之后就消失了。我想找他，但是又怕他倒打一耙污蔑我，所以才隐瞒真相。我不说，也是怕警察查到我虐待小三的事情拘留我。我不是有意的，而且我也帮姐姐报仇了呀。爸爸闭眼又睁开，在睁眼时，眼中怒火更甚。他按住方昭清的另外一只手，狠狠敲下。他咬牙切齿道：到现在你都不肯说实话。方秋两条腿都断了，他怎么可能在你们眼前凭空消失？凄厉的惨叫声再度响起。爸爸拿着铁锤顺着人体骨骼一路敲到脚背时，方昭清终于坦白了真相。他努力将自己的脚从铁锤下缩回，瑟缩开口：是我做的。我以为方秋是勾引你的小三。他将那天在别墅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地告诉了爸爸，随后嚎啕大哭：这就是全部的真相，求你别再折磨我了，让警察把我抓走吧，你放过我，我自己去坦白，我去自首。爸爸脸上血色尽失，他不敢置信地捂住自己的脸，脊梁也一寸寸佝偻下去，像是晚秋落叶，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生命力。他喃喃自语，癫狂地挥手朝自己脸上扇去：我居然差一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女儿。方秋是爸爸，对不起，你是爸爸，如果我能早一点回去，你就不会受这么多苦。久违的父爱姗姗来迟，我本该声泪俱下，为爸爸的悔改和付出感动，和他抱头痛哭。可看着爸爸的自虐行为，我的内心却始终平静无波，甚至觉得有些恶心。在我最需要父亲的保护时，他听信谣言，不顾一切地诋毁侮辱我；在我最不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突然悔改痛哭。可他的悔改有什么用？我遭受到的伤害和侮辱，难道会因为这几滴廉价的眼泪而被抹平治愈吗？迟到的父爱比草都贱。在得知真相后，爸爸似乎是疯了。他没有带方昭清去自首，而是把他缩在地下室里，变本加厉地折磨他，将方昭清用在我身上的折磨手段悉数奉还。等警察查出真相，匆忙赶来抓方昭清归案时，已经是3天之后。他们在地下室里找了很久，才找到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方昭清。他浑身血肉模糊，软绵绵地瘫在地上，睁着空洞的斜眼看向警察们，艰难求救：救命，他疯了！话没说完，就被从阴暗角落窜出的爸爸举起，用力砸向墙壁。现场一片混乱，警察们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压制住已经疯癫的爸爸。案件开庭审理当天，跟在方昭清身后的一众跟班们也被押解到了现场。他们的年龄和方昭清相近，案发时都已经成年，可以承担法律责任。因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乃至死亡，他们被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。爸爸因为对方昭清的故意伤害行为，以及对方昭清等跟班们的犯罪包庇行为，
本该同样判处有期徒刑。但在法庭上，律师为他出示了精神分裂的证明。证明上显示，在妈妈去世和我被人贩子拐卖时，他就已经出现了精神分裂的先兆。而这一次我的失踪重伤，加剧了他精神分裂的严重程度。在他的脑内，一共分裂出了3个不同的人格，停留在不同的记忆时段里。他的记忆偶尔会停留在我刚被他带回家的时候，桌子被他当作是我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他涕泪横流，一遍又一遍地叫喊我的名字，对我发誓：秋秋，爸爸终于找到你了，快和我回家。谁也不能插足我们父女之间的感情，爸爸这就回家把方昭清赶走。爸爸心里的小公主只有你一个人，方昭清只是替代品而已。有时他的记忆会回到残酷的现实，他惊恐地跪在地上，一边扇自己巴掌，一边对我说对不起。更多时候，他的记忆停留在妈妈没有去世，我也没有被拐卖的时候。他擦干眼角的泪，局促地整理着装，向法庭上的所有人挥手，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妻女。他骄傲地说：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，就是娶到了我的妻子，还拥有了全世界最可爱的女儿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就被2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拉了下去。法官淡定地宣布爸爸的判决结果，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，除直系亲属外，任何人都不能带他离开。一切事情都尘埃落地，方昭清等人和爸爸也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罚，只剩下我的灵魂仍旧飘荡在空中。我无处可去，只好百无聊赖地守在自己的身边。来往看望我的人，除了医生和警察之外，只有曾经做过我家教的李老师一人。每一次探望我时，他都会带上一束妈妈最喜欢的虎尾百合放在我的床边。他安静地坐在我的身边，讲起他每天的日常，讲我妈妈的故事，有时也讲有关于我的故事。我这才知道，那天救下我又把我送往医院的人是他。当天他离开后，看见我心情郁郁寡欢，便回家将多年前和妈妈的合照翻出，打算带来送给我。但当他带着合照回来找我时，看见的却是方昭清带人把我抛尸荒山野岭的场景。他心中不安，趁着夜色，偷偷跟在方昭清他们身后，找到了一息尚存的我。在发现是我后，他立刻带着我下山。下山途中，他看见爸爸和方昭清站在别墅窗口，亲密依偎的背影。他误以为是爸爸和方昭清联手谋害我，便向爸爸隐藏了我的真实行踪，独自承担起治疗我的重担。直到警察找上门来，请他配合调查时，他才松口透露我的状态，并将当晚在半山别墅看到的所有经过都告诉了警察。自此，案件在他的帮助下彻底真相大白。他低垂着眼，愧疚道：如果当时我没有离开你身边，该多好。你妈妈帮我改变人生，我却连保护她唯一的女儿这点小事都做不到。说到最后，他的声音已经哽咽，泪流满面。我在空中急得团团转，抬手想要为他擦掉泪水。我想要告诉他，不，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。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死了，根本不可能有生还的机会。我拼尽全力，将自己的灵魂撞向病床的身体。随着床头仪器低声响起，我艰难举起右手，抹去李老师眼下的泪水。你不要哭，我会难过。谢谢你来救我。从昏迷中清醒后，律师就找到了我，完成财产交接的流程。因为爸爸患有精神疾病的缘故，他名下的所有财产都会过继到我的名下。
彼时我刚做完眼角膜移植手术，因为受伤当晚抢救及时，我仅剩的一只眼睛保住了。不仅如此，还等到了好心人捐赠的眼角膜。手术完成得很成功，3个月的恢复期结束后，我的眼睛已经彻底恢复正常。与此同时，医生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。我之前的右腿残疾，本就是因为断掉之后没有精心护理，腿骨歪斜导致的。被重新打断之后，腿骨有了2次生长的机会。在医院的尽心治疗下，我的腿有很大概率能够恢复到正常行走。虽然依旧会有后遗症，但已经比之前好太多，至少不用再依赖轮椅出行。我不敢置信地握住李老师的手，热泪盈眶。李老师也和我同样激动。他说，这些年你一直受困轮椅，哪里都不能去，只能被圈禁在小小的别墅里。现在突然自由，你想要先去哪里？看山、看海，还是看江河？我摇摇头，我想去看看我爸。我遥遥站在铁栏杆外，看我爸痴傻地坐在长椅上发呆流泪。我问向院长，他每天都这样发呆吗？院长点头道，入院后不久，他的脑内又额外分裂出了一个人格，以一己之力压制住了其他3个人格。第4人格没有任何记忆，每天只知道坐着发呆，看着天空流泪。我们认为这是病人为了逃避痛苦分化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。方小姐，您这次来是打算申请带方先生回家吗？我摇摇头，不，我只是来看看他过得怎么样。如果他比我痛苦，那我会很快乐。我嘱咐道，不管花多大的代价，都一定要治好他，让他恢复所有的记忆。无知无觉的痛苦对他来说太轻松，带着美好的回忆，日复一日地受现实折磨，才算是为我和妈妈赎罪。我转身离开，坐上前往法国的飞机。落地后，无数白鸽从头顶掠过，轻盈缥缈，即使雨滴从天而降，也仍旧不改分毫飞翔的轨迹，让人炫目。我心驰神往，抱着大提琴，在机场席地而坐，演奏雨中巴赫。一曲拉完，再睁眼，外面已是晴空万里，不少人将我围绕其中，为我鼓掌喝彩。我报之一笑，背上大提琴，朝一望无际的自由蓝天方向走去，迎接属于自己的新生。